我相信關注影像圈的朋友，昨天都应该已經看到了索尼發布的這台新機器。那我之前呢出過一期關於我想象中的 FX3 二代的視頻，那今天我們就來看一看它跟我預測的到底會有什麼區別。那同時呢，我會聊一聊我關於這台機器的一些想法。首先啊，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這個內置 ND 啊，確實是沒有的，這個也在意料之中，畢竟它不會去搶自己家 FX6 的飯碗。那讓我比較驚訝的點呢是 OpenGate 居然真的下放了啊，這個我確實是沒有想到，而且給的規格呢也挺高的，這個 5K 3:2的模式可以拍這個最高60帧，然後 5K 下最高可以120帧。OpenGate 模式呢，对普通的很多消費者來說可能并没有什么體感，但是呢，對於這個從業者來說，包括你想出一些橫屏和豎屏同時出的情況的話，OpenGate 這個模式就非常的方便，你可以在同樣一個畫面當中直接裁出來橫屏和豎屏的視頻，會讓你的工作量減少很多。尤其是呢，它可以支持更多的這個變形寬銀幕鏡頭，可以讓你的創作更加的自由。這一點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後就是 RAW 內錄，其實我的想法是，絕大多數普通用戶是用不上這個 RAW 的模式的，但是呢，給出來了肯定是好事，因為我覺得拍 RAW 是一個比較簡單的事情，你只要基本上構圖啊，然後曝光準確了，剩下的事情你就可以靠後期來完成了，有很高的容錯度。但相应的呢，就是它的儲存壓力会比较大。那麼這次我們看到這個XOCN 的 C2 的模式，碼流大概是360兆左右，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可用的範圍。然後呢，就是這個音頻手柄，跟我猜的一樣，它這個32位的浮點音頻是放到了這個音頻手柄上。然後呢，這個手柄上面的握持呢，尾部也確實是加長了，這一點我覺得很重要。這樣我們就不必去安排一個額外的延長件兒，就是你裸機去配這個手柄的話，你的握持手感也會變得更好。這一點我覺得做得挺好的。然後呢，就是這個電池啊，一塊780，我覺得屬實是有一點貴了。但是好在它的續航比較好，一天2塊就夠了，所以綜合下來的話，也算是省錢了。畢竟如果你長時間拍攝的話，還是要搭配一個微口電池，或者去接一個充電寶。所以這一點還好，可以接受。然後呢，就是比較遺憾的就是這個屏幕啊，3.5寸，然後呢又不是 OLED， 可以4軸多角度翻轉，但是你實際幹活的時候，你是不希望這個屏幕翻出來太多的，因為總会磕到碰到你要上兔籠啊，或者上一些穩定器啊，会容易磕到它。而且呢，它這個你就是在屏幕上你去做這個，尤其是你接一些這個變形寬銀幕的時候，你去用內置的反擠壓，它是不支持這個防抖的。所以我覺得比較可靠的用法呢，還是你去外接一塊屏幕。那這塊屏幕我覺得就有一點雞肋了，這個就得看後期的固件會不會去更新這一點。然後的話，這個原生的 ISO 我覺得應該不是原生的，應該還是3增1的 ISO， 中間加了一檔，就是4000這一檔。這一點我覺得對絕大多數這種普通的用戶或者小工作室來說真的非常方便，因為它現在這個原来 FX3 的這2個檔位，一個800，一個12800，跨度屬實是有一點太大了。這樣你稍微暗一點的環境，你就一定要去上一個檔位比較高的 ND， 使用起来還是比較麻煩的。但你中間多加了一檔之後，其實可以不用 ND 的場景就变多了。總歸呢還是更方便的。然後的話，这個動態範圍算上這個雙增1模式，算15檔，但我覺得其實嚴格意義上講，應該還是13檔左右吧。你加上降噪可能會有14檔。這檔呢，這個檔位呢，大家看起來可能不是很高啊，畢竟前段時間有大疆的這個 Pocket 4P 聲稱有17檔啊。但是呢，我覺得在一個電影線的機器裡邊，這個算是比較可用的了，它不算低，而且呢，看到它這個色彩過渡呢也比較好，所以我們還是得期待實機樣片出來了之後，大家自己去體驗一下。我覺得這個檔位是夠的，而且的話，這個3個 ISO 的檔位它不會影響這個暗亮分布，這一點就是動態範圍的這個分布。這一點我覺得是做的比 FX3 要好很多的。
傳感器的話1660萬，然後影視飓風的話說是一塊新的傳感器，但是我看国外有博主說呢，這塊傳感器就是A726的這塊傳感器，但是做了這個4合1，就是像素合并。这个我來說的話，其實這個像素我是非常可以接受的，但是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在說它不能拍照了，會有些遺憾。但從我的角度來說，這塊或者說這個機器嘛，定位呢就是這種比較偏專業的用戶或者小型工作室，所以原來拿 FS3 照片和視頻雙修的這些朋友們，可能確實不是它的目標受眾。對我來說這一點是非常好的，因為你單個像素面積越大，它的即使像素低一點，它的這個畫質呢也會更好，它的這個畫面純淨度會更好，然後細節呢也會保留的比較合理。然後的話就是畫面銳度的這個問題，我之前的視頻說過，其實專業的客戶們其實不太希望畫面太銳，而且呢，如果我真的想要畫面很銳的話，我會配一個銳度更高的鏡頭，而不是去在相機裡邊去做，因為你相機裡邊的銳度如果做到太銳的話，你是沒辦法降下來的。但是你鏡頭如果選一個的比較就是銳的鏡頭的話，或者說我們至少去有選擇一個比較銳的鏡頭的選擇空間，甚至呢可以選擇去做後期的銳化。但如果你前期就很銳的話，後期是做不回來的。所以這一點我覺得沒有問題，而且其實絕大多數高端的客戶其實是不希望畫面太銳的，因為會有很強的數碼感。然後的話，這個讀出，可以看到是很快呀，比 FS3 還要快，所以這個果凍效應，我覺得應該不會是什麼問題。然後的話，我也找到了一些在達芬奇裡邊去調用 FS3 自帶的這個陀螺儀數據，去做一些這個減弱果凍效應的手段。這個如果我拿到機器的話，可能會，如果想看的話啊，大家可以給我留言或者點讚。我會考慮單獨出一期視頻去教大家如何去調用這個內置陀螺儀的數據去做這個horizontal lock， 就是這個豎直鎖定，這樣去減弱它的果凍效應。剩下的東西我覺得還有一點比較重要，就是這個音頻接口啊，終於不用去翻蓋去做了。它留了2個裸露的接口在外面，這一點真的就是只要是你用過 FS3 這台機器，你一定會知道這個它前面的這個 HDMI 口會擋住這個音頻口，這一點非常非常煩，就是這個蓋子會擋住音頻口，這點非常非常煩，所以這個改動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總的來說，這台機器呢，我個人是非常非常非常期待的。我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怎麼想。關於具體的規格呢，我就不想聊太多了，因為我跟大家一樣，也是一個普通用戶，我還沒有辦法提前去拿到機器，而且呢，這個大家都有比較好的這個測評視頻了，所以各個詳細的參數大家可以去網上找一找。我想聊的是，我看到了一個新的時代，我真的覺得一個新的時代到來了，就是大家開始把一些所謂的專業線的功能下放到這種消費級，用一個比較流行的說法來說，就是創作平權了。我覺得這對絕大多數從業者來說都是好事，因為我身邊確實有很多朋友們在說，就是目前生意不好做，行業需求量在減少，活也會在變少。但其實我仔細觀察下來的話，如果是這種純乙方的話，活確實是在減少的，因為受到了很多很多衝擊，無論是甲方手裡邊的預算在減少，還是我說實話，這個行業呢有一點過飽和，有一點產能過剩，而且呢還有些 AI 呀，甚至一些短視頻啊、短劇的衝擊，所以現在確實有很多人感覺到這個生態、這個行業沒有那麼好做了，沒有之前好做了。但其實從我的角度來講的話，我覺得這可能是一個好事兒，就是有更多的人可以去講自己的故事了。就像今年，我覺得今年有2個比較好的例子吧，一個就是好萊塢的像後視啊，就是 Backroom 啊，和這個 Obsession 啊，就是痴迷啊，這2個片子的爆火。這2個博主呢，或者說這2個導演呢，都不是就是
非常嚴格的科班出身，或者說他們很年輕，通過自學的方式，通過做自媒体的方式，就拿到了这样一个票房，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而且你不在这个时代，你是很难想象这件事的。然后的话，再就是我特别喜歡的一個，也是一個油管博主啊，叫 Danny Gorvis， 他好像是叫這個名，到時候我會把他這個名字打出來，把他的主頁貼上來。他也就是通過做自媒體這件事兒，他先是在從一些廣告啊，然後短片啊入手，然後拿到了自己去拍攝一部完整電影的機會。所以給我的啟發就是，可能這對普通人來說是一個更好的機會，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去講述自己的故事了，都有機會用影像去講述屬於你自己的那個故事了。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時代，可能講故事的能力要更加的重要。然後就是 AI 的普及，我覺得 AI 的普及給我們帶來的衝擊，我並不是太擔心。因為它畢竟還有很多沒有解決的問題，但是大家之前說這個 AI 替代不了演員的表演，最近我看到可伶的一些大家做的視頻片段，至少我覺得這個表演是相當的可用的。所以我的想法是，它作為一個前期的參考，甚至說裡面的鏡頭的美學做的也都非常的不錯。這讓我們的前期成本會變得很低，我們只要拿少量的錢去用 AI 去做一個樣本，我們甚至可以照着它去拍。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時代，你想要去講述自己的故事，這個門檻變得非常的低了，每個人都有機會能做出一個有影響力的作品，所以講故事的能力真的變得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個人其實是非常看好這件事，包括大家的各種專業的設備，各種專業的功能也在變得越來越便宜。總的來說吧，我持一個非常樂觀的態度，我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是怎麼想的。然後呢，我對 FX5 這台機器呢，確實是非常非常期待的，所以點讚過20吧，我就如果一旦上市了之後，我就搞一台幫大家去體驗一下。如果你有什麼想法的話，也歡迎在評論區跟我交流。那麼今天的視頻就先到這裡，我們下次再見了，拜拜。